你好呀，這裡是 Momo 的投資筆記。Palantir 這份財報營收增長 93%， 美國商業收入更是增長 149%， 股價盤後一度大漲約 15%， 業績幾乎無可挑剔，但盤後 144.73 美元對應的估值已經把未來很多年的增長提前算了進去。上一次在 129.30 美元附近，我給的評級是增持分批布局，這次基本面更強，價格卻也更貴了，所以先說結論，評級調整為謹慎觀望，已經持有的可以繼續跟蹤，還沒持有的不建議追着波盤後跳空。合理價值關注區間和時效條件，後面逐一說清楚。先看這份財報最關鍵的4個數字。第一，第二季度營收 19.4 億美元，同比增長 93%， 環比也增長 19%， 說明這不只是去年基數低，業務還在加速。第二，美國商業收入 7.64 億美元，同比增長 149%， 這是最重要的一條，因為它證明 AIP 不是只靠政府項目講故事，企業客戶真的在買單。第三，調整後經營利潤率 62%， 相當於每收1美元營收能留下62美分調整後經營利潤，這種增長和利潤同時抬升的組合很少見。第四，調整後自由現金流 12.2 億美元，利潤率 63%。 這4個數字放在一起， Palantir 已經不只是高增長軟件公司，而是開始展現出很強的盈利槓桿。Palantir 盤後參考價是 144.73 美元，財報前的常規交易收盤價是 125.65 美元，過去52周最低 106.37 美元，最高 207.52 美元，盤後價格距高點仍然回落約 30%。 6月25日，股價曾跌到 107.27 美元，隨後反彈，7月底又回到123美元附近盤整。財報前 RSI 為 44.4， MACD 還在0折下方，原本趨勢不強。這次盤後一口氣越過 138.35 美元的布林上軌，說明短線情緒很強，但也意味着第一天就追進去，要承受跳空回補的風險。接下來聊聊估值，結論很直接， Palantir 的增速配得上溢價，但目前的賠率已經不寬。按公司2026年收入指引中值 81.54 億美元計算，盤後價大約對應42倍企業價值除以營收，按全年調整後自由現金流指引中值46億美元計算，大約是75倍現金流。如果把第二季度每股收益 0.41 美元直接年化，市盈率也在88倍左右。只要增速從現在的高位掉下來，估值壓縮會很快。基本面先說亮點，再說問題。美國收入增長 115%， 其中美国政府收入增長 90%， 美国商業收入增長 149%， 两條業務腿都在加速。美國商業剩余合同價值達到 62.4 億美元，同比增長 124%， 說明後面還有一大批已簽但尚未確認的收入。總客戶數增長到1049家，單季還簽下220筆至少100萬美元的合同。需求並不只集中在少數大客戶身上，公司現金等價物和美國國債合計92億美元，而且沒有債務。這意味着它的高回報不是靠加槓桿撐起來的。用杜邦框架看， ROE 等於净利率、資產周轉率和权益乘數的乘積。帕蘭提爾的回報主要來自高利潤率和軟件業務的輕資產效率。問題也很集中，政府大合同的時點會讓單季數據波動，股权激勵會帶來持續稀釋，而且現在這個價格對任何增速不及預期都會非常敏感。把增長和估值放在一起，可以分成3種情景。多頭情景給 25% 概率，對應180到220美元，需要2026年營收超過83億美元，美國商業收入在下半年繼續增長 140% 以上，2027年總營收仍能增長 60% 以上，市場繼續給32到36倍市銷率。基礎情景給 50% 概率，對應125到160美元，前提是全年收入落在當前指引附近，2027年增速回落到 45% 到 55%， 調整後經營利潤率保持 55% 以上。空頭情景給 25% 概率，對應80到105美元。如果收入增速降到 40% 以下，政府合同節奏轉弱，再疊加股權稀釋，市銷率可能壓縮到16到20倍。3種情景按概率加權，合理價值大約144美元，和盤後價幾乎一樣。
也就是說，業績有上行空間，現在的價格卻沒有留下多少容錯空間。最後說說我自己的操作策略，這一次評級是謹慎觀望，情景加權，合理價值約144美元。還沒持倉的話，第一檔關注118到128美元，這裡接近財報前的盤整區，也比基礎情景中值留出了一定空間，可以建立第一批小倉位。第二檔是105到115美元，前提是營收增長，剩餘合同價值和利潤率都沒有惡化。已經持有的朋友，尤其是上次129.30美元附近分批布局的，現在可以繼續持有。如果股價站穩150到155美元，同时下個季度的收入指引和美國商業增長繼續上修，再考慮提高倉位。如果收入增速降到 55% 以下，美國商業增速低於 90%， 或者股價跌破100美元，就需要重新評估。總結一句話，Palantir這份財報證明了 AI 軟件正在真正轉化為收入和現金流，但 144.73 美元已經充分反映了这份優秀。已持有的可以讓利潤繼續跑，未持有的等更好的價格，比追一根財報大陽線更穩。如果你也在研究 Palantir 或者 AI 軟件這套賽道，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行業看法。覺得內容有用的話，點個讚並關注支持一下，咱們下期見。